廈門又有新鮮事了，一個42歲的大叔當場拒絕了一個29歲的小姑娘，結果那姑娘差點當場哭出來。我就好奇，問了大叔為什麼不要她，大叔直言，29歲對我來說年紀太大了，再拖幾年生孩子都算高齡產婦了，而且他說自己在做點生意，但也幫不上什麼忙，帶出去也沒什麼加分項。我覺得自己條件還不錯，有房有車有點存款，完全可以找個更年輕的，我才不想把錢和時間花在一個大齡女生身上。你們覺得他說的合理嗎？又来挑戰高難度了。本地女，71年，屬豬，身高160啊，體重55，未婚未育啊，重點是未婚未育，學歷本科啊，財務工作者啊，這你們其他的我都不要說了吧啊。那你这種情況的話，典型就是屬於找老伴了啊。嫁不出去到底有多大罪呢？找不到對象，談不到戀愛，到底有多大罪呢？今年年底我就滿30歲了，因為催婚的事情，我跟我家裡人吵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真的好想問他們，你們是真的希望我幸福吗？我昨天實在是受不了了，我被说的崩溃了。然后我在我和我爸我媽的那個群裡發了這樣一條信息，就是昨天我奶奶给我打了一個電話，就是因為我奶奶本來就是重慶人，她是嫁到湖北去的，然後她托她重慶這邊的親戚幫我介紹對象，這是她第2次幫我介紹了，第1次我是沒有去理會的。然後這次她給我介紹對象，因為我奶奶她今年是做了手術的，我就說那你介紹就介紹吧，那我就試着就接觸一下嘛。她說反正我就是把你的聯繫方式給對方，你倆聊怎麼樣，你們倆後面說。我說好的，可以。但是我全程是沒有去問這男生長什麼樣子，然後什麼條件，什麼工作，我什麼都沒有去問，因為我覺得我只是想要去完成我奶奶她希望我做的这件事情。後來這個男生加我了，他以為我是了解他情況的，其實我並不了解。我說你朋友圈沒有照片，我想知道你長什麼樣子。他就發了一張照片給我，然後呢我又問他你多大，他說他是90年的，就是比我大6歲。姐妹們，我想跟你們說實話，就是照片我確實是沒有看上，然後其實我是想直接拒絕嘛，但我覺得不太好，所以呢我就想說那就冷處理吧，就是不要給別人回應就好了，就這樣子。然後過了一會兒呢，我跟我媽打電話，是問她她前段時間就是長那個好像是蕁麻疹還是什麼的，然後我本來是想問她有沒有去醫院複查這個事情，然後我給她打電話過去，她就知道了我奶奶就是幫我介紹對象這些事，然後她很開心。他其實也不知道這人長什麼樣子，也不知道這個人工作情況，只知道他家條件很好。然後呢我就跟他說，我說不行哦，我看過照片了，我說我不喜歡，我說不是我喜歡的類型。然後我就把人家的照片發到了我们我爸媽的那個群。我爸的第一反應是有點顯老，我也覺得就是6歲其實還是隔了一點，我說實話，就我也不想找比我大6歲的，我之前一直想找比我大的，但是3歲封頂啊，我一直是這麼想的。然後你知道我媽是怎麼說的嗎？我媽說6歲不大呀，挺好的呀。我說好，那不說年齡嘛。我說如果是你自己，你能看上不？然後我媽沉默了，因為我不止一次跟他們說，再怎麼樣，身高和身材，我真的我是潔癖。我都不是要求，我真的是潔癖，我真的不喜歡胖的，我真的接受不了胖的，可他就是很胖啊。然後他不停地給我洗腦，他說長得帥沒用，他長得帥花心，他長得不好看有安全感。我覺得他很搞笑，很雙標。他找的我爸，我媽是個單眼皮，是個方臉，是個塌鼻梁，我爸是個高鼻子，我爸是雙眼皮。他找的我爸這樣的，然後讓我去找一個他自己都看不上的。然後他就說他說萬一本人好看呢，你去見一下吧。我當時很生氣，我說你想談你去談，要見你去見。接着他说你就挑吧，他说反正挑到後面沒人要你，你就嫁不出去。我想說這都什麼年代了，女生不是商品，女生不是被選擇的，我們也有選擇權，我們也在篩選。這幾年我見過很多男生，我不是說每個都不好，有一些是可以的，可是我到了一定的年齡階段，我已經過了那種就荷爾蒙分泌很旺盛的那種狀態了，沒有了，我沒有那種狀態了。我對所有的人我都祛魅了。我是有過就是那種很心動的時刻哈，对，可是真的2天就下頭了呀。我跟你們之前講過好多次，我已經進入了這種狀態，我知道我非常難再去開啟一段親密關係。但是我想說的是，難道我不想嗎？我想啊，我比他們每個人都想。
誰不想找一個小夥伴呢？是不是？我不急嗎？我也急啊。可是我已經這樣子了，我真的沒有辦法。就是人啊，有時候太清醒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可是我改变不了。我說實話，我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男生還可以走到我心裡。所以我還是那句話，就是寧缺毋濫。我找得到就找，找不到呢就一個人。我不想為了誰去妥協，更不想去委屈自己。一個人只需要面對孤單，這樣的孤單我已經過了6年了。但如果沒有嫁對人，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下半輩子的痛苦，下半輩子的委屈。為什麼要這樣？所以我覺得就我媽这件事情，我就感受到，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長他都是希望你幸福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意願，想讓我隨便就嫁了，知道吧？終於成為了別人嘴裡的大齡剩女了，估計我也結不成了。就像你們說的，沒有人會娶我這個歲數的女人。我已經在做心理建設了，但是看到那麼一句話說，等你父母過世了，你就再也沒有家了。這句話我就瞬間破防了。我是真的沒有時間去談戀愛，平時也不刷抖音，也沒社交，我真的不知道現在怎麼辦才好了。我沒想嫁一個多麼有錢的。你們一個月花4萬多，沒錢的怎麼承擔呢？多大年紀？28歲，1米6，110多，学歷是本科，現在做策劃，每個月12000。28應該是沒結過。沒有。談過幾段？談過一段。談了多久？4年。那什麼時候分手的？去年分手的。那為什麼4年之後不繼續了呢？因為經濟問題。他窮還是你要的多？不是這種經濟問題。那是哪種？因為三觀理念不太一致，我是一個活在當下的人，但是他太未雨綢繆了。就是你消費主義嘛，他是存款主義，對吧？你們中間沒有這個中間地帶可走嗎？中間地帶本來是有的，但是他自從收入上漲之後，就變得更不可理喻了。什麼意思？我們分手的時候，他一個月大概賺4萬塊錢左右。多大年紀了？比我大3歲。他之前掙多少呢？之前1萬多。以前他把工資給我，家用全部我來出，他自己留3000。3000花完了，找你申請資金。好。我們之前是這樣過來的，基本上每個月錢也都花完了。你12000，他12000，加起來25000左右。你們還沒買房吧？還沒房貸吧？你們兩個怎麼花25000啊？房租就6000塊，加上車位7000，加上水電物業這些8000。你們住豪宅？6000塊，連平層都算不上，怎麼能說豪宅呢？你的水電物業為什麼有1000塊錢？每周我交200塊的電費。你絕命毒師啊你！怎麼有這麼多電？你告訴我。就是空調一直開着。每周200塊，每月800塊的空調。不單空調，像什麼冰箱啊、電視啊什麼的，那些電費很低的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房子的問題吧。好，那就算這兒花了8000，1萬就算1萬，剩下15000你們吃喝呀？我通勤每個月1800，他通勤每個月1800，這就3600了。就算4000嘛，要我減4000還有11000呢。吃飯，我吃飯點外賣的話，一天3頓，每頓70-80。70-80一頓，一個月6000塊錢點外賣。如果他也吃6000的話，你們已經付了。他應該就不吃，他就吃的很普通，是吧？他吃的比較普通，他那3000塊基本就覆蓋了嘛。他3000塊吃喝拉撒睡，也差不多，再有點其他開銷，是吧？基本上每個月就花光了，偶爾小狗生病了，可能還要附帶。好。那時候我們賺的少嘛，理解一下。那個時候我們賺的少，所以花的多點可以理解。花光可以理解，後面他賺的多了之后，他一直很焦慮，覺得攢不下錢。52000也攢不下錢嗎？其實能攢得下的，但是他就覺得一年就能攢下10幾萬。我們523的時候，月均消費大概在2萬到3萬之間。你原來不就25000嗎？反正現在不會出現負的情況了。那你剛才說你們一年存多少錢？他算過一年能存下10萬塊錢左右。10萬，來我給你算一下哈。他4萬，你12000，加起來52000，算5萬，一年60萬，存10萬，花50万，50萬除以12，你每个月花4万多塊錢。那也相當於他收入增加的部分基本拿來花了呀。那你說消費觀不一致是什麼意思？我覺得他挺向你配合了呀。
是，但是他很焦虑。他为什么焦虑？你觉得？他自己说的，一个月赚的这么多钱，但是攒不下钱的，不想一辈子上班，他会很痛苦，工作压力也大。那我觉得工作压力大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的嘛。他工作压力大跟你没有关系。对呀。那确实，那确实，這樣說來也確實。我可以作為女朋友的身份，我來理解他，這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你把工作壓力怪到我身上，我就挺不滿意的。他不是沒有怪你嗎？他只是覺得這樣做我沒有辦法存錢嘛，我永遠都是牛嘛。就他每天回到家之後，他死氣沉沉的，一問就是哎呀工作壓力太大了，一問就是哎呀太累了，再問就是哎呀又存不住錢，我可能要一輩子打工，每天的狀態都特別的喪，我不喜歡他這樣。跟他聊了之後，我們總要改善嘛，你說怎麼去改善？你想存多少錢？我說那我們去住地下室嘛，住便宜點的房子嘛。他又很糾結，他又覺得住至少要讓我住得好。說那吃上面我們怎麼節省啊？你是覺得我現在吃的貴了？他說吃也確實沒法節省。我說那花，你看我有沒有什麼買什麼包啊，買什麼奢侈品，我也沒有嘛。最後算下來，我們這個消費其實沒有問題。他就每天就是這個狀態。我知道問題出在哪裡。現在也沒用了，現在已經分手了。你並不想知道是吧？我不想知道呀。好。那下一段你覺得什麼樣的消費觀跟你是一致的？我覺得我上一段挺好的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最後他執意要分手。你不想知道呀？所以我們就不聊他了。上一段就還找一個這樣的沒？那不是再分到手什麼意思呢？找個有房子的。在哪有房子？在深圳有房子啊？還有嗎？沒有其他的。你覺得你那個前男友對你好嗎？他對我挺好的。他喜歡你嗎？他喜歡我呀。你喜歡他嗎？我喜歡他呀。那他理解你嗎？他理解我。你理解他嗎？我理解他呀。你理解他？我理解他。你理解他？像什麼？我理解他。好。我只是不善表達。你挺善表達的呀。住地下室嘛，就是直指核心。我是認真的，我真的跟他說，我說如果你現在對攢錢特別焦慮的話，我們可以先住地下室，我都能接受。那他不願意，我知道在你聽來可能是我的問題。確實我們兩個在一起當中，大部分錢也不能說大部分錢吧，其實錢基本都是我花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共同消費。房子住好房子他也要求了，他也住了，吃的好的他也吃了，我們是同居的呀。生活用品用品質比較高的，這也是他要求的，他希望我過上好日子。他的問題。我不說是他的問題，人不能這麼沒有良心。我沒有說你沒有良心啊，你自己說的。如果全是他的問題的話，如果我這樣說的話，那就是我沒有良心嘛。那有沒有你的問題嗎？我真不知道我的問題。所以我說他的問題吧。是他的問題呀。對。在這個中間，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調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最後只能過得越過越壓抑，越過越壓抑。怪他。是怪他呀。所以分手了嘛，對的呀。算了，我們不聊這段了，我下一段反正就是找一個最好是有房子吧。怪他，在我下一段找一個有房子的他。他對我真的挺好。是。怎麼啦？他是對你挺好啊，不是嗎？是的，我感覺你怪怪的。不怪，怪他，不怪我。是吧？我怕你怪我，我告訴你。傑哥，你正常點，我呀正經來相親的。其實我覺得他是個很好的對象，我說老實話，你放棄他，放棄你們4年的感情，有點可惜。他都有女朋友了。那你遺不遺憾？就是你給相的。我這不才來深圳嗎？他在成都找我相的。那要不然我幫你推測一下他的心境。推測唄。來，我是他，我工資從1萬多漲到4萬多，加上我女朋友的工資，我5萬多塊錢，一個月存不了錢。女朋友因為我的這個對金錢的不安全感跟我分手了。我覺得我下一段是他跟我分手的。我覺得我下一段要找一個跟我金錢觀一致的人。我覺得我在生活中很難找到。有傑哥。哎呀，傑哥在成都，沒事飛過去嘛。我相信我能把那個好女生帶回深圳的。來嘛，我現在覺得三觀比外觀更重要。你的意思是我三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外觀好。對吧？是不是？傑哥，分手的時候他說他如果自己一個人的話他可以吃苦，但是帶着我他不能。
对，因为你不吃苦的閾值太高了，他承擔不起。那我沒跟他說我不能吃苦，我們也不是沒有過過苦日子，賺1萬多的時候我們也撐過來嘛。你永遠可以把他掙的錢花完，這是他答應我的。對，所以我做不到嘛。那他食言了呀？食言了嘛，我承擔後果嘛。但我其實沒有特別傷心，我只覺得有點可惜，因為我們是和平分開，到現在我們還有好友，分開之後他也在說一些他的想法，我能理解，那只是不合適的人。他會在我這兒找到合適的人呢？也是他推薦我來的。他推薦？對啊，那看來確實還是挺信任我的。所以杰哥，你看我能找個什麼樣呢？你應該找一個對金錢毫無憂慮的人，且收入高。這個不就是那個電視劇嗎？我靠，這個，哎呀，我這輩子要是不嫁個富二代，我感覺我的美貌，我的靈魂都會被毀了。杰哥，你在陰陽我？你覺得是不是？我覺得不是，我沒想嫁一個多麼有錢的。你們一個月花4萬多，沒錢的怎麼承擔呢？我花4萬多，大部分是共同消費呀，他也花了呀。對啊，是他沒有規劃呀。誰在規劃？他不是每個月3000塊嗎？他規劃的很好了，我覺得，這不剩下全在你這兒，規劃個屁規劃。但他可以告訴我呀。告訴了呀，所以住地下室嘛，你不是說？對呀，他又不願意的嘛。當然不願意了。在深圳租房，如果想省錢的話，除了住地下室，沒有其他的方法。是。你想省錢就選擇住的不好，我是能接受的。是，你能接受。6000塊也沒有住的多好。是，沒多好。哎，確實沒多好，這個倒是。你接不接我嘛？我接不接你，取決於你覺得上一段裡面你有沒有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。我覺得上一段裡面我是被動的，我無法吸取經驗和教訓。你是被動的是什麼意思？分手你是被動的，所以你無法吸取經驗教訓。一切我都是被動的，錢不是我賺的，我沒有這個。錢是你規劃的呀。雖然錢在我手裡，但其實我沒有什麼規劃權。換房子我問過他，車子什麼的我問過他。就問過他，所以決策權就是他的了。對呀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所以你接不接我呢？接，待會兒把資料登記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劉崇他跟我講過了，這個你不接你可以坦白跟我說的，但是我需要一個理由。那我暫時不接。你需要的理由就是我沒有聽到我要的理由，就是上一段你到底吸取了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。坦白講，人在一生的過程中不可能事事都是做的全對的，但是我認為吃一塹要長一智，你至少得知道上一段你吃了哪一塹長了哪一智，否則下一段你會走原路。行，那我回去想想吧。對，你想清楚了再來告訴我。那我回去想一想。超大齡女生的選擇只有退休老頭，你不要跟我犟嘛，這就是市場給的反饋啊。我條件好也不得行嗎？87年39了，條件再好能有多好？我留學博士啊，在大學任教，雖然工資不算高嘛，但是有編制啊，很穩定。我個人呢也會投資炒股那些，一年收入穩定在50萬以上嘛。房子是240平的全款大平層。我媽的話也是體制內退休的。是你這麼好的條件，之前怎麼沒結婚呢？哎呀，一直遇不到合適的。你覺得什麼算合適？我希望對方是一個情緒穩定的、有擔當的男人，然後兩個人呢必須要能夠聊到一起嘛，三觀要相合。咱前面20年都沒有遇到一個能聊得來的。我是覺得那些人都跟我沒得啥子共同話題的。是覺得他們的思想層次比較低，還是說雙方的經歷不同帶來的話題不同呢？我都是喜歡有思想的呀。你們大學裡面的男老師，你的男同學不個個都是博士博後的，這還不夠有思想啊？有思想不是說單純的說學歷高嘛，有些人他可能沒啥子學歷的，但是他有能力啊，他的經歷啊、見識啊、內涵啊那些都會讓他的思想非常豐富。那就是慕強嘛，你就是喜歡層次比你高、能引領你的男人嗎？啊，最好是能夠噻。那你能接受對方離婚有小孩嗎？離婚可以接受啊，但是我不接受有娃兒。那能接受大齡嗎？大概4、5歲那種吧。4、5歲不太夠哦，達到10歲以上哦，年齡起碼是50往上走了。那不是都快退休了嗎？我為啥子要找個退休老頭結婚呢？那你喜歡的嘛，他社會層次比你高，比如說某些幹部、某些上市企業的高管、董事長這些，他們快退下來了，身邊圍着的人呢沒那麼多了，小孩呢外地上大學，身邊呢突然就冷清了，一個人孤苦伶仃的，人家就想找個伴兒。
那他们又能给我带来啥子啊？你不是说想找聊得来的吗？他可以跟你聊天文、聊地理、聊历史、聊经济局势，跟你聊你觉得有思想的所有东西。就只有他们这个年纪和格局，才有可能都能跟你聊得上啊。熊姐，我认真的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想找的这个画像的男士，他就不存在跟你同龄的，哪怕有年龄相仿的，但是你又有什么能吸引他呢？乖乖，我们能聊到一起啊，有精神共鸣，能做彼此的灵魂伴侣。你错了，我告訴你，什麼人能跟你聊得來？是他的層次比你高，是他全方位比你強的人才跟你聊得來，因為他在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兼容你，而不是你在跟他有共鳴。像我接待的一些董事長，我還跟他挺聊得來呢，我跟他做服務比給你做服務那還省事兒呢。那你覺得是我懂他嗎？那肯定不是啊，是人家的修養和內涵在包容我，在兼容我。所以你告訴我，這樣的男士他能圖你啥？我學歷高啊，工作好，能力也可以，經濟也可以啊。那你這麼好，為什麼前20年沒找到？我也不曉得為啥子那麼多年一直都是遇不到啊。你不是不知道為什麼，而是我告訴了你答案，你不接受啊，乖乖。就是你想找的這個畫像的男士，他遠比你強，強到你引以為傲的條件也夠不上，你沒有什麼能吸引他們的點，所以人家看不上咱，這才導致你找不到，就這麼簡單。那個字唄嘛。那我說委婉了叫不醒你啊，為什麼我要跟你說找快退休的？因為你的條件對他來講毫無吸引力，所以你必須得在年齡上做文章。對於那些快退休的大哥來說，你這個年齡對他們來講風華正茂，你對這樣的男士最大的價值就是年輕的同時，你的內涵呢還能跟上他聊天的步伐，而你找同齡的這點價值你都沒有了。那我還不如向下兼容去找個弟弟啊。問題就是你兼容不了啊，但凡你能向下兼容，你願意給男人花錢，你何至於找到現在哦？但是像你說的這種老頭兒，我也接受不了啊。那就不接受嘛，反正再過10年你也退休了，到時候再找個退休老頭談個黃昏戀，結局一樣的。你是說完全嫁不出去了嗎？大齡女生哈，無非就3條路，一條是你有經濟實力，咱們找個窮弟弟；一條是你沒有經濟實力，找個窮的同齡人。但這2條路，你但凡能接受一點，你都不至於單身到超大齡的乖乖。所以就只剩最後一條路，一步到位，咱們找個有實力的大哥。但是你非要說別人是老頭，那你就只能在這個死胡同裡面不斷的打轉了。